如果你微信绑定了银行卡，那么里边有个设置尽早关闭，不然钱没了你都不知道。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菜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当我们打车以后到了地点，我们不点击付费，钱自动就被扣了。要是我们明确了目标消费了的，那没话说，那要是在我们不明确的情况下无故扣费，那可就冤枉了。所以在这里建议大家每个人都去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在不知不觉中不小心开启了自动扣费和免密支付等功能。如果开启了，请记得关闭掉，不然真的扣了多少钱我们都可能不知道。具体操作步骤我们往下看。首先我们进入微信，点击服务，再点击钱包。这个时候在钱包的页面中，我们点击支付设置这个功能，在屏幕的最下方点击进入后呢，我们就会看到一系列的功能。这里我们主要找到自动续费功能，点击进入以后就会看到一系列我们开通过的功能，比如电费、水费等自动续费，还有一些视频的 VIP 等续费功能。提醒大家的是，这里面自动续费服务不关闭的话，就会一直按月扣费的，它都是连续包年、连续包月等扣费的，而且它自动扣费提示是非常非常小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注意看，定的多少，每个月、每年就会按时扣多少，一般也不会有什么优惠。还有一些自动续费功能在这里并不能设置，不知道为什么平台要把这些扣费的入口东放一个西放一个，是不是故意不让我们关闭的？比如在某平台看了 VIP 视频，为了便宜勾选了自动续费，到时间后每个月都会定期划走钱，这很不划算的。它不仅仅是影视软件，像我们的听书软件或者是网盘软件都会有类似的自动续费功能，所以一定要记得来这里将其关闭。返回上一页，除了自动续费，下面这里呢还有一个免密支付功能。免密支付功能本人建议都关闭掉。通常大家都会开通一些购物网站或者是出行工具免密支付，比如公交、地铁等。实际使用过程中会发现，虽然给我们节约了时间，但是扣了多少钱，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而且自己点击付款会安心很多。有时候打车的时候，司机师傅呢会把费用搞错掉，也会直接扣掉。对于我们来说，不知道的话，这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出示付款码时，若不小心被别人扫描，金额任由别人填写，那损失可就大了。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考虑，到底要不要关闭。只要关闭了，以后的每一项支付都需要你的验证才能支付成功。第二个设置是建议大家建立安全锁。相信大家在新闻里都有所了解，微信里面的钱被盗刷，大多数都是通过微信付款码盗刷的。因为通过微信付款码支付，单笔付款金额不足1000的情况下，是不需要验证支付密码或者其他交易指令的。在这个付款码使用说明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大家日常使用的时候呢，也有很深刻的感受。比如我们去超市或者是商场买东西，都是打开付款码给商家一扫，钱就被扣走了。不过虽然支付的时候是无需进行支付认证的，但如果你觉得有需要，是可以给微信付款码设置密码进行保护的，这样就能避免别人通过该功能盗刷你的钱了。设置的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同样点击钱包功能，再点击消费者保护，再点击安全保障。进入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个安全锁，点击进入，这里呢就可以设置相应的密码功能，就比如手势密码或者是指纹解锁、面部识别等。
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一个密码就好。那我就设置一个手势密码给大家看看。设置好了，这样我们在进入付款码或者是服务页面，都需要输入手势锁或者是密码锁才能打开或进入，进一步花钱消费或使用相关功能。安全保障里面呢，还有一个金额隐私保护。如果你的微信钱包金额比较多，可以开启隐藏按钮，避免进入钱包页面后被有心人看到，又开始八卦和嫉妒。金额足够大，诱惑够大，有可能会出现不必要的麻烦，还是建议微信钱包不要放太多钱。除了以上，建议大家再顺手查一查，看看自己的身份证有没有被别人绑定，否则自己被别人怎么消费了都不知道。大家一定要跟着我的操作检查一下。点开设置，进入通用，往下翻动，翻到最底部，这里有个辅助功能，点击进入以后，这里有一个微信支付，再点击进入，然后呢就会看到这个帮助中心，点击进入，进来后会看到一系列的设置，我们只要找到实名问题，点击进入，在这里就可以进行实名认证，还有查询名下的账户，我们点击查询名下账户，然后在这里输入你的姓名和你的微信账号。如果点击进入以后看到绑定的不是自己的微信，那么赶紧解绑。如果犯罪分子用你的信息来做一些犯罪的事，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除了微信，支付宝同样也有自动扣费和安全锁功能。支付宝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频率也比较高，跟微信差不多，所以呢，我们也要关闭相应的功能，保护好自己的钱包。进入支付宝，在支付宝我的界面，点击右上角设置图标，也就是这个小齿轮，点击进入后找到支付设置，进入就能够看到选择免密支付自动扣款，点击进入，选择要关闭项目，选择关闭服务即可，这样 APP 就不能够在你未知的情况下进行自动扣款。现在我们再来设置支付宝的安全锁功能，还是一样的，先进入设置功能，就是右上角的这个齿轮图标，看到最上面的账号与安全，我们点击进入，再点击安全中心，进入后我们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解锁设置，然后我们选择中间的这个启动支付宝时，那么在下方的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来设置安全锁了，就和使用微信的方法是一样的。设置好以后，我们再重新进入支付宝，就需要解锁才能进入，然后使用相关的功能了。为了自己的资金安全，这里建议大家还是都开启的好。好了，今天的内容呢就分享完了。如果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哦。点击我的头像，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视频。每天呢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精彩内容。我是瑶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